曼达拉教程来啦！这个就是在之前视频里面提到过的曼达拉，我把它用作装饰和鹦鹉吃饭的一个平台。它既是艺术品，也非常的实用。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它就可以是任何东西放在任何地方。你别看它非常的复杂，实际做起来是很简单的。不信的话，就来跟我一起试试吧。那我们开始吧。我们事先需要准备的材料是4个颜色的毛线，挑你喜欢的颜色，1支热熔胶枪，1把剪刀，还有平时外卖的一次性筷子。我们选择木块的时候，一定要挑质量好的。这种木块的尺寸做出来就是比较小的曼达拉。如果想做大一点的，就可以单独买木棍来做。把想要的尺寸量好，就可以购买了。毛线的选择，我买的是5股2.5毫米的宝宝棉，很柔软，一次也用不了多少。买的时候可以把喜欢的颜色都买了，回来就可以自由搭配了。热熔胶枪可以随意买1支就行了，我买的是插电款，后面的胶棒就按需求买。我一般是一次性买10支或者20支。然后随便找1支笔和1个尺子，然后量到这个木棍的中心点，用笔把它记下。每一个木棍都要标记一个中心点，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对称的图形。这里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叫曼达拉。它在梵文中意为圆圈，包括了圆心、圆圈、圆满3个层次的意思，是用于冥想、祈祷、治疗和艺术治疗的神圣符号。在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曼达拉是帮助个人精神发展的冥想对象。图像描绘了宇宙符号，代表了一个人的精神之旅，出生、生命、死亡的循环，以及所有生物的相关联系。这里我们选一个颜色的线，然后用热熔胶枪把它粘在木棍上面，做一个起始点。我的小猫又来调皮啦！热熔胶枪热了以后，就挤一点在中心点位置，然后把毛线头固定在上面。这个时候小心有点烫，可以用剪刀、金属来使它冷却。我们现在开始对角绕，目的是为了固定十字木架。像这样绕2圈，然后就换一个方向。这样重复操作就行了。这里一共循环4次，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步。这里把起始的位置记住，然后绕相邻的一个木棒，从上面往下面绕1圈，然后又继续下一个，就这样一直重复。做了一个中心点之后，我们就准备换线啦。留一小段线，然后用剪刀剪掉，再用胶枪把它粘住。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打结的方式给它固定住，但是我觉得胶枪比较方便一点，看自己喜好选择吧。使用胶枪的时候小心烫手哦。所以我做的时候，我都会用剪刀把它按压一下，让它冷却了之后就可以固定住了。
接下来我们选择一条蓝色的线，像刚才同样的方式，先把它固定住，然后还是刚才同样的绕法，你要记住起始点在哪里，然后从上往下依次这样绕。如果这里有什么疑问的话，小伙伴们可以放慢速度仔细看一看。只要照着步骤做的话，就非常简单的。这里我们继续拿出另外2根木块，还是同样的方式，弄一个十字架。重复上面的步骤，用胶枪粘一个点，然后把毛线头粘上。我准备把这个十字架2叠在十字架1的下面，所以这个粉色的线我们会绕得宽一点。大家做累了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身体哦。总感觉有个人在监视我。这里我们继续把粉色的绕大一点。然后拿十字架1号和2号对比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协调就可以了。我的小鹦鹉又来捣乱了，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我们就要把2个十字弄在一起，先还是用胶枪做一个起始点，然后把棉线粘上去。这里把线头固定好之后，我们就把2个十字架放在一起，准备只绕这个蓝色的十字架的对角线。这里有点难固定，所以手指把它按稳，然后继续绕。这样一直重复绕大概7圈。绕完7圈之后，我们换方向，换另外2个蓝色的对角，同样的方式绕7圈。4个都绕完之后，就用剪刀剪掉，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住。这样2个十字架就绑定在一起了。现在是不是初见雏形了？接下来我们用紫色的线在红色这里，也就是下面这个十字架，用热熔胶把它固定，然后开始继续缠绕。这里跟前面一样的手法，都是从上往下绕一圈，每一个木棒都绕到，我们做一个全包的处理。记住起始点热熔胶的位置，这样绕3圈就行了。紫色线到这里就绕完了，我们现在换成蓝色的线。还是同样的方式，先用热熔胶固定，还是跟前面一样的绕法，这里就快进了，绕3圈就行了。这里我们做之前那种白色的小尖尖，
就对角对角的绕就行了，跟前面是一样的。这里我加快了速度，如果有小伙伴看不清楚的话，可以慢放一下。跟前面的白色的绕法是一模一样的，对角绕就行了。这里不用做固定处理，直接接着绕就行了。这里换粉色的线，继续做4个小尖尖，跟上一步是一模一样的，接着绕就行了。这里我们换蓝色的线，然后隔一个木棍绕一个，一共就绕4个木棍。绕出来以后看起来是正方形的，还是之前的绕法，从上往下绕一圈，然后就下一个，但是我们是中间会间隔一个木棍，一共只绕4个。绕完蓝色方形3圈之后，我们再换紫色，以同样的方式绕3圈。我的小猫咪又来找我了，给它吃个猫草。这里换白色的线，我们在刚才方形没有绕到的位置继续绕，还是隔一个木棍绕一次，一共是绕4个木棍。白色这里我一共绕了4圈，然后再换线。然后在白色的相邻处又绕粉色的正方形，我一共绕了6圈。同样的步骤，在粉色的相邻处又继续绕蓝色的方形圈。就这样，蓝色绕完，再绕一层白色，最后再绕紫色，然后就完成啦。现在是收尾工作，我们用棉线把木棍缠绕包裹住，然后再用热熔胶在背后固定住，这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曼达拉就完成啦。制作曼达拉的难点并不在于它有多复杂的缠绕方式和颜色的换来换去，而是你可以静下心来，耐心的一遍一遍的缠绕。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能让你内心保持平和，不会觉得无聊枯燥，相反，慢慢的接近那个终点，你就会无比的期待。这一期教程就到这里啦，是不是很简单呀？